英国为什么这么着急研发自己的弹道导弹？因为美国主导的北约已不再可靠。更重要的原因，欧美正在进行一场文化战争。据英国防务周刊12月3号的报道，英国国防武装部长他叫卢克布拉德，他宣布本月要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自主武器的竞标。这个武器呢，名字叫夜幕降临弹道导弹，一共呢是有7个目标，实际上核心的只有一个，它叫做快速交付。在这儿呢，有朋友可能就问，为什么不是国防部长宣布？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，英国的国防系统啊，负责国防政策和外交的是国防大臣，现在是约翰希利。他具体啊不管采购的事儿，专门负责武装建设的就是这位卢克布拉德。他宣布要进行的导弹一共是7大指标，看你的公司是否能够满足。第一个，射程至少500公里，越多越好。第二，在 GPS 受到限制和干扰的情况下，精度要达到5米。第三个，高超音速从发射击中目标要不得高于10分钟。第四个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零件不能依赖于外国，那就是你最好全部从英国，不要用中国的、美国的和其他受限制的，那就是防止别人给他卡脖子啊。还有个呢，每枚的单价不含弹头不能高于50万英镑。其他呢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要求9个月之内完成研发，就给你的研发时间只有9个月，然后开始3到6个月投产，投产的起步目标每月至少生产10枚，6个月以后要增产到15到20枚。其实你听下来啊，武器装备本身和其他国家的差异不大，最关键的是工期。自从获取合同到样机出来，只给9个月时间，然后每月要生产10到15部。你听起来英国为什么这么着急呀？更关键的呀，那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川普领导的美国政府，他对于北约有自己的想法。以前的节目我们提到，北约的第5条款叫共同防御，一国遭受攻击整个同盟要一起反击，听起来非常棒。但这个呢，它有一个限制条件，那就是现在的领头羊美国，你是否是原来的承诺，到川普这直接给你打个折扣了。比方说，英国向美国订购了7架 F-35战斗机，原计划呢是2026年的年中交付，现在直接延了7个月，直接奔到了2027年了。按照以前我们节目讲的，美国对外销售武器它几乎属于单方的格式条款，你同意有签，不同意拉倒。其中就提到，如果工程延期，没有赔偿金，你也没有这个任何的求索，也不能打官司，你已经放弃了这个司法这个豁免权了。所以说，英国作为最紧密的美国盟友，在这个 F-35上延期7个月，也只能干看着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最近的俄乌战争美国提出来28条，实际上就是让欧洲的安全置于俄罗斯的淫威之下。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变相的出卖了欧洲安全利益。这个时候还有人提这个北约第5条款吧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自己想主意了。那有些人就问，欧美同盟都80年了，北约都80年了，怎么会走到现在呢？实际上，最近川普时期他和欧洲正在打一场叫文化战争。这个文化战争的核心，我看了一下，经济学人在昨天和前天连发了2篇文章，其中第一篇讲到，美国和欧洲正在争夺谁是北
约谁才是西方。原来啊，欧美作为共同价值观，它通称为西方世界。但是现在啊，欧洲人的西方世界啊，美国不认。欧人讲，西方文明、基督教文明是从我们欧洲发起的。你美国不原来也是这个英国殖民地，后来单干了吗？但是你这根儿文化，你还得说听欧洲的。在美国，尤其是现在的川普啊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会认为我现在已经是个新兴的国家了，军事科技啊都领先于欧洲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还需要我的军事保护？现在啊，对于老川这种商人总统来说，谁有钱谁就是大哥。他会认为啊，你看你欧洲的战争为什么让我美国出武器出钱？哎，出可以，你花钱我卖给你。你看这理念完全不同了。第二呢，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啊，是意识形态的。按照川普认为，我们这个西方世界应该是以白人为主导的，不能让更多的穆斯林和那个非白人进来。你看你欧洲边界都没管好，放了大量的穆斯林进入了这个西欧，你们都不纯了吧？所以在美国呀，包括这个欧洲，他理想中的世界是应该限制移民，所以导致在2024年的上半年，他就派他的副总统万斯到这个欧洲啊，实际上是以训斥的口吻说：你们这个边界没管好啊，而且你们为什么要限制各国家的右翼？你比如说德国那个选项党，法国那个勒庞啊，德国这个英国还有一些保守势力，你们为什么限制他？应该让他们主张自己的观点啊，就是要限制移民。所以欧美对于文化方面啊，现在的裂痕仅仅是一个开始，以后这裂痕啊可能是越来越大。大家想法都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再指望他出钱出武器来保护欧洲的安全，那你想什么去了？所以最近欧洲的三大强国都在想办法增加自己的防务。英国要研发属于自己的弹道导弹，因为超过500公里就已经算是中程了，超过3000公里的是远程。在技术上，我相信英国应该在明年研发成功。那第二个大国呢，法国，它也在大幅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。因为既然说你大哥美国你撤了，接下来英法德就要争夺新的大哥了。你要是想保护小弟，手里没点自己的东西，能行吗？既然英国研发属于自己的弹道导弹，法国呢，它在增加自己的核力量，而且军费比去年增加了7%，它逐渐要恢复兵役制。那另外一个国家德国，它走得更远，它直接采购了以色列的剑3防空系统。他呢，实际上也明白，如果说美国有一天你像对待乌克兰一样断供我的爱国者三，因为德国的防空武器啊，除了短程的那个星空系统之外，再就是美国的爱国者三。爱国者三它已经不太可靠了。如果川普说你打完了弹药我不再续了，那不成空壳子吗？所以说他现在启动 B 方案，实际上钱已经付给以色列，以色列已经交付了剑3防空武器，已经部署在这个柏林首都附近，在一个空军基地旁边。你看英法德这3个发动机啊，都在增加自己的防务支出，一定要构建自己的防卫能力。好，关于这件事儿，您有什么观点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观点讲到了川普，他在上任以来有一个心心念念的目标，他在任期内能否实现呢？如果您感兴趣，请关注大卫观点、军情局和观点2个频道，咱们每天都有更新。欢迎您打开小铃铛，咱们明天见。